我知道你到长安后，记挂母亲与玉露的仇，一直在找惩治刘申的机会。但你以商户之身对抗官威权贵，实在是当风秉烛。若被刘申发现你在查他，暗地里派人将你掳走，往渭水里一抛，连我都未必找得到你。你怎么知道的？川渝在黑市里看到你雇的人在跟踪刘申。我想揭发刘申，确实有母亲跟玉露的缘故，但不仅仅只为了私仇。刘家为了钱，不惜残害百姓。我等小民虽身如蝼蚁，但不能任人宰割。一群蝼蚁尚可一试，可你只有孤身一人。我并非劝你明哲保身，而是希望你凡事量力而行。我明白将军的好意，也明白你的担忧。你放心，我会谨言慎行，待到万无一失时，我再出手。西市所有的米卖行，皆与刘申狼狈为奸，混入了本该销毁的陈年旧米。这本就不是一个太府卿所能做到的。刘申的背后盘根错节，一根付诸倒了，与其支撑的上下人等皆会坍塌。你面对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贪官。你也在调查宋敏。你不只是想扳倒刘申，更是想通缉他背后的弄权之人吧？若是此事真如你说的这般危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了。既然我们都想让恶人伏法，何不通力合作？小花店主好大的口气！你如何能插手朝堂之事？朝堂之事，我自然无法插手。但是在惩治刘申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才能胜券稳操。这泱泱大唐，蒋军认为是做官的多，还是为民的多？这官场上自然有你去兴风作浪，大显身手，但这民间，就少不了我这个平头百姓了。多我一个，蒋军便多一分胜算。你是想说，万千百姓的民怨是更锋利的刀，绝非一两个大官所能弹压？既然他们欺上瞒下，作威作福，那就莫怪我们幽梦衣冠，演上一场。郎君娘子，我乃花满珠的店主何为芳，有一件关乎大家性命康健的大事，还请诸位听我一言。想必大家都有耳闻，西市一米卖行大肆贩卖美米。我本来以为只是一家之食，为了继续我的香粉生意，我转而向其他的米卖行进行采买。可谁知，我跑遍了整个西市。竟然每一家都掺了发霉的粟米，大家快看一看呀！这全部都是。此等天塌的大事，京兆府竟然不肯受理。当官的吃的是东市金贵的米面，全然不管我们庶民的死活。诸位，我们一人一家虽示威，但集腋成裘。只要我们家家户户把美米的证据集中起来，向官府请命，我们定能让官员们彻查此事，还大家一个安全的西市。大家要是不想自己的身子被吃垮，就一定要为自己争一争啊！今天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粟米，下回有毒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
件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只怕到时候公道没讨来，再把咱们的小命给折进去。郎君怎能如此软弱？还不如人家女店主有骨气有胆量。这可是关乎咱们自身康健的大事儿。若人人都像你一样，等着旁人先出头，此事不了了之，才是真的要命呢。赶紧去把咱家米拿来，这种事就得齐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去。何店主，我跟你一起去，定要让当官的给咱们大家一个交代。多谢娘子。何店主，来，我们花行也同你一起。多谢吕行头。诸位，若不想再这么担惊受怕的活着，就同我一起去官署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讨公道！讨公道！好好的生意不做，都在闹什么？谁带的头啊？是我将大家集中在此的，但并非闹事。不若这般，官署的大门怎会为百姓而开？之前去状告的百姓，不也被京兆府拒之门外了吗？有这等事？如今你们真是越怕懒怠了啊！此事涉及到民生，怎敢不上报？小的以为这不是大事，望人尽照恕罪。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何事？你我也算熟识，之前不知道你是蒋府中人，多有得罪。今日之事都是误会。你既是状告之人，便随本官去官署吧。此事跟蒋军无关，您不必拿他说事。如今西市所有的米卖行都出了问题，吃坏身子的百姓不计其数。我与众人一样，皆是状告的苦主。此案非同小可，当由三司同审，就不劳京兆府受理了。大胆何事？不过是小小的粟米发了霉，怎么就这般斤斤计较？朝廷之上，每日的公事大案繁多，要是每一件事都要上报三司，岂不失了序，乱了章法？都散了吧，散了吧！要是再闹下去，休怪我将人带回官署，吃板子！这是你们山谷的百姓，明明不是我们的，拿粟米，为何要我们来拿粟米。是。不可！这粟米是我们的物证，若是将它们不明不白的拿走，恐怕粟米案也会不明不白的被遮掩住。一些草民不知好歹，胆敢妨碍公务，快拿粟米！上！你们不许抢！不许抢！别动！不许抢！还给我们！别动！闪开！你们不许抢！不许抢！都不要动！诸位，听我一言。我们每日辛苦劳作，为了什么？为了是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对，我们每年交予朝廷的赋税只增不减，可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发霉的粟米，虚弱的身子。我们手中拿着的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米，我们走的是百姓可以通行的街市。我们既没有打卖煤米的铺子，也没有打卖煤米的商户，我们没有触犯任何一条唐律，所言所行只是为了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你们凭何抓人？凭何销毁我们的证据？何店主说的对，
当官的也不能无故抓人。民以食为天，而王者以民为天。宋明立降却是大案，当由当今圣人裁决。请圣人裁决。 随之府中的夏花书质脱俗，一点都不输宫内啊！百花争艳为君开，能博陛下一笑，是这些花亦是臣的造化。朕今日出宫，路上听百姓议论纷纷，说西市米卖行流通美米，致使民怨沸腾，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陛下，民愤之事乃子虚乌有，臣等未曾听说呀。看来是讹传讹了。那蒋府夜宴之上，纵观腹泻之事，太傅卿也未曾听说。腹泻，又是何故？禀陛下，臣的下属来蒋府赴宴，服食了粟米羹后，腹泻不止，第二日便向下官告假。 听闻是蒋府的下人于西市采买的粟米，这才牵累了众官员的康健。此事啊，经赵府第二日便查明白了，不过是一家米卖行误将陈米卖了出去，发现后便立马召回了美米，犯事的商家也已降罪。正是，我已吩咐史官，此事必须严查，此失误不可再犯。陛下知道的，我经常去西市游玩，欣赏湖玄武。 那儿的商铺井井有条，更有数不尽的外邦稀罕物，百姓们眼花缭乱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闹事？陛下，陛下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而将此事草草接过。西市的百姓因美米之事惊怒交加，无惧官威镇压，振臂高呼，控诉之声才得以传到陛下的耳中。 此事若不彻查，沸腾的民怨有朝一日怕会化为滔天的洪水呀！陛下，粟米之案不仅侵害了民生，更侵害了众官员的体魄，还请陛下严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不可寒啊！况且爱卿们失了松柏之志，又如何为朕效力？此等民生大案。 当三思推事，御史大夫为主审官，定要替朕、替百姓、替官员们查清原委。陛下圣明，臣遵旨。陛下，御史台对东西两市不甚了解，而太傅卿自上任以来今夜不怠，统领东西两市的士官亦是他的下属，此事。 当由刘公督审，御史大夫从旁协助，陛下方能早日安心。好，那就依随之所见，务必彻查此案，以安民心。是。刘公，此案重大，请速速与我同去西市巡检。 刘公今日有要务要办，御史大夫还是明日一早再去西市吧。将军，此案紧急，你有什么事定当缓上一缓。若是圣人的事呢？圣人赏花赏腻了，听我说起西市的繁华，特命我寻几位胡姬进宫献舞，还让我寻些外邦的玩意。刘公须先陪我走一趟。若是今夜看不到胡玄武，圣心不悦，可不是你我担待得起的。 走吧，刘公。听闻在西市带头闹事的是何为芳，他害我刘宅名誉扫地，假死脱身之后，又得到了蒋君清也纳为家仆。
可见此女心机颇深啊！将军莫再被她给利用了呀！她在我面前只有被利用的份。她就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商户，却能搅起如此的风浪，还能把消息传到圣人耳里。将军啊，切莫大意呀！视财如命之人，若是赚不到钱，自然要与人拼命。况且她还是名女子，一枚米毁了容，怎能不气啊？上街闹一闹也就罢了，只要她能源源不断的给我送钱，其他的便无伤大雅。将军心胸宽大，可他这么一闹，我这太傅卿的位子可就坐不稳了。我这不为你争取了大半日吗？足够刘公料理此事。我自然感谢将军相助。若日后将军能够好好管束一下何氏，让他安分守己，莫再添乱，我帮你，皆是看在大王的面上。刘公竟还做起我的主来了。若不是你办事不力，没米之事怎会弄得人尽皆知？连我都被你牵连，吃了坏米，一夜腹泻妻子。如今身虚体沉的刘公，当如何陪我？哎呀，是我逾越了啊！将军息怒，待我平安度过此劫，定协厚礼上门请罪。这点委屈，我先替大王忍下了。还望刘公速速处置好一切，莫再怠惰因循，让大王失望了。是。快点！家主，士官已赶往粮仓，晚些就会将好米运来。行，尽快。好。后手。哪怕沸腾的民怨传到圣人耳中，他下令彻查此事，刘申只需要把每一米调换成好米，他便可全身而退。要的就是让他去调包。西市振臂一呼，只是引蛇出洞，真正的目的是让刘申自乱阵脚，赶在上面彻查之前，紧急转移走全部罪证。正是，刘申有没有这个机会，就看将军愿不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了。朝堂上的事情好说，到时候让川渝陪着你一起去抓出洞的蛇，护你周全。让开！别挡路！动手吧。让开！等一下，别挡路！等那对母女走远，小心伤筋入骨。快！前面人让开！主家，你没事吧？主家，米！什么非礼啊！别打了！主家，别打了！放公主主家走！别打了！千万不能让何氏发现，当年我们给的是赝品。主家，手给我，手。
留神，你知罪吗？带走。是。母亲，玉露，你们看到了吗？还有这2个，一并带走。是。刘深这等没根骨之人，一下狱便撂了个干净。陈氏一族首当其冲，见宁王做壁上观，为了保命，只得攀咬他人。洛阳各官伙同吏部、户部侍郎，贪污受贿、占田买官的罪行，皆被公之于众。宁王独善其身，与他亲近的士族大家看在眼里，必有微词。此番清查，空出了不少位子，宁王又如何忍得住不去左右选官之事啊？此次涉案之人与宁王亲近之人不少，他只浅浅地提了几人，便被忠贞的老臣和言官驳回。宁王不想再招惹是非，只得作罢。要治安也换上我们的人，就算风波平息，宁王再想安插自己人，也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小小宋米，渺乎小灾，却是民心呀。从此断了宁王的财路，也荡涤了这洛阳官场的罪愆。节度使老奸巨猾，最会见风使舵，没有真金白银，宁王想要拉拢他们，更是难上加难。如今的东都留守是，自是你的爱徒陈郎顶上，洛阳有他坐镇，还天于民，您就放心吧。这长安一别，经年未见，不知何时能够再与他共饮一盏清茶。宁王的势力再根深蒂固，也终会有连根拔起的那日。老师不必伤感。我是心疼成郎这孩子。哎呀，老师只心疼陈郎，陈郎只心疼陛下，无人疼我呀。三郎就疼你啊，还有牡丹，人家不过是一介小小的花商，却助你做了这等危险之事啊。何为芳哪里是助我？他是为了自己，更为了全城的商贾百姓。牡丹他懂得台榭之摧非一木之枝的道理，可惜了，他若是一个男儿，定能够有一番大作为。女子又如何？他想做的事儿，一件都没落下。太傅卿这次可是惹大祸了，可不嘛。县主对郎君一片痴情，只要郎君肯破镜重圆，再订婚约，县主承诺必会搭救刘公。儿啊，莫再犹豫了，你父亲如今在狱中还不知是什么情况呢。你四处奔走求人，可有人愿意帮你？如今能救咱们刘家的，就只有县主了呀。难道你这样看着你父亲被流放客死他乡吗？子舒啊，母亲求你了，救救你父亲好不好？子舒。
婚，岂是他想结就结，想退就退的？我的名声已经坏了，无法嫁给高门贵胄，还请父王成全我。本王的女儿谁敢挑剔？只要你想，我就不能嫁给刘畅，我宁愿死。你别过来！陈氏一族已经逝世，他们看见父王没有出手相救，定会生兔死狐悲之感。陈氏所犯之罪，罄竹难书。我若出面力保，保不下来不说，还会引火烧身。你不要管了，世家大族那边我自有说法。行动比任何说辞都令人信服。刘生之罪只是贪墨一项，保下他并不难。其他世家见父王如此做，定能够明白，只要足够忠心有用，就不会被辜负。这样既可以安抚士卒，又能收买人心。此番言辞是刘畅教你的吧？是。看来他还没有我想象的那般无用。唉，罢了，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为父同意了。多谢父王。起来，有人呐，记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妻子，哪怕他对你不忠。就像这陈氏，贪念太重，对本王都敢欺瞒、谋私。但是，他与我还有些用处，所以就一直没有处置。父王早就想弃了陈氏。容人与用人皆是学问，只要利益足够大，任何时候都会有人为你所用。回去告诉刘子舒，做我的女婿，忠心是最重要的。退婚这样的事，我可以容他一次，但绝不会容他第二次。西氏井然有序，物美价廉，你也大仇得报了。穆丹，你不开怀吗？百姓们以履交税，这官府还我们一个清明公道的西氏，这不是应该的吗？若非蒋长阳告知，我们恐怕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贪官受刑大快人心。殊不知，这刘家与宁王重订了婚约，只要对方一句话，就可以让刘申免于流刑，而当众责打，不过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只要刘畅一日是宁王的女婿，其父无论犯了何等大罪，在处置上都会留有余地。这官府真正约束制裁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商户百姓罢了。你说过刘申最在乎官途名声，日后他再也做不了官了。这心上痛比身上痛多100倍，何夫人和玉露在天上看到刘申被打，也会解气的。还有那刘畅，之前明明拒了婚，如今为了救人，只能娶县主。那县主脾气大得很，她要是嫁进刘家，肯定婆媳不和。那婆媳不和，她……大夫，谢谢你。大夫说的对。凡事都要向好的那方面看嘛。这刘畅本性清高，日后跟县主成婚，必定会让刘家家宅不宁。
而这刘申如今前途尽毁，日后他们父子难免会离心。我相信，这天道有轮回，行凶作恶之人必定会有他的报应。日光明媚，我请你去吃居圣奴。行，走走。回望以前泛起过。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想来这儿走走。当心些！莫要磕碰。之前你一直着房衙子留心，若方圆有售卖消息，要第一时间告知。你看，方圆要易主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昨日刚知道的，想给你个惊喜。现在双喜临门喽，心情如何？我的好大福，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惊喜的了。走，我们快去问问这方圆要卖多少钱。走。准备这么多，我可吃不完。你若想谢我，倒不如换成钱帛更合适。你这个人是不是目中无人惯了？大福跟川渝还等着吃呢。忙一天你不累啊？我不累。哎，不打了行不行？不行。真好，又可以喝酒啦。敬配合默契。配合默契。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来长安时许的愿，马上就要成真了。什么愿？成真那日，蒋军自然知晓了。你呢？粟米案顺利完结，是否得偿所愿？当然，我花娘使从不做赔本的买卖。表兄，表妹，这正好我们吃饭呢，快进来一起吧。我就不吃了。前几日我一直忙于书案，昨日才听得你出事了，我来晚了。没事儿，我这不好好的都出来了吗？你跟他在一起，怎能算好啊？表妹，你和我血脉相连，我不在意你做过官奴，也不在意你出入过军营，更不会在意你做过花鸟使的奴婢。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被迫的。所以表兄，你什么意思啊？我愿意纳你为妾，救你脱离苦海。理性啊，理性！以前我只觉得你是个平平无奇的书呆子，没想到你不仅平平无奇，还如此自信。不必你多言，表妹。我对你虽然没有男女之情，但我绝不会嫌弃你的。哎，不是嫌弃，总之你跟了我之后，我不会让你再受苦了。那你知不知道，良贱不通婚，你纳不了他。我可以先买下你，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当奴婢那样去使唤的。总之，我们先把眼前这个难关渡过去了再说。你永远是我表妹。表兄，你喝了？牡丹，我从不饮酒，你这是？刘畅，我可算见到你。我不见客，你们都给我走。牡丹，你不救我，难道水你也不要了吗？你走。哎，牡丹，当日你在军营，我也曾送去书信，你和你愿做奴婢，你不愿让我帮你脱籍做我的正妻啊？那是因为你刘家背信弃义在先。表妹，现如今他更是要去迎娶县主，对方身份高贵，而你身为贱籍，连妾都做不了。倘若县主动了杀心，你该如何抵挡？不，我是为了父亲的性命，才不得已与县主成婚。牡丹，你莫要误会我，放尊重点儿。你别听他挑拨。牡丹，我已经租下了一处院落，
只要你跟我走，我定会护你周全，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你也不必做任何人的奴婢了。你父亲为官不正，而你更是为了官途出卖婚姻，投靠奸佞。牡丹虽为商户女，但自有风骨，绝不会看上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你又不喜欢他，为何要与我争啊？因为我是他表兄，他如今身陷囹圄，我岂能坐视不管？我李家门风清正，未来选妻亦会选贤，所以牡丹和我走是最好的选择。表兄，刘畅脑子不好就罢了，你怎么跟着他一起胡闹啊？你有问过我一句吗？江小花，这不是，你还没听明白吗？以你现在的身份，哪里需要过问你的意见？其实他们真正应该求的人，是我。何为芳的生气在我这儿，价高者得，出嫁吧。你给我走开吧你！这里已经够乱了，你能不能别再添乱了？我这哪是添乱啊？我是给他俩指条明路，帮你们家郎君，还要谢谢你总坑我们家牡丹呀！哎呦，好意心领了，吃你的肉去。那明明是你的姐妹连累我们家郎君，谁连累谁？你好好看看，就是连累我们家郎君嘛。不在场，你日后如何说得清？你们两个人不要再自作多情了，我过得很好，无需任何人拯救。该回家的回家，该醒酒的醒酒，走。牡丹，表妹，牡丹，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碍于蒋长阳的淫威，所以不敢发声？你放心，表兄虽不富裕，但定能凑够钱数来帮你赎身的。牡丹，无论我是醉着还是醒着，我所言皆是真心。他蒋长阳浪荡不羁，理性古板无趣，唯有我们才是一样的人。表妹，走，哎，滚！牡丹，滚！牡丹，妹，你别冲动，牡丹，有话好好说。走，滚！牡丹，表妹，牡丹，表妹，你听我把话说完。牡丹，表妹，牡丹，表妹，你听我把话说完啊！表妹，牡丹，牡丹，怎么把门关上？牡丹，牡丹，你先把门打开。牡丹，表妹，表妹，牡丹，牡丹，你听我说呀。还是我们帅帅最可爱，这都什么事儿啊？那简直太荒唐了。我倒不介意多看几出这样有趣的大戏。照这个架势，这赌金不日便要落在我手中了。你别做梦了，我算是发现了，我身边的人啊，连带你一起，就没一个正常的男子。这世上最靠得住、最踏实的还是赚钱，是不是，帅帅？这来长安以后啊，我总觉得自己的积累颇多，可真到买园子的时候才发现，钱到用时方恨少，咱们生意还是做得太小了。那不是咱赚的少，这长安的地价太贵了。大夫，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情，你阿娘可同意了？我一说她就同意了。太好了，明日去智库前，我先拟好合同私契，抵押借贷的隐患我一人承担，绝对不会让你。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怕赔钱，我就是担心你太累了，借那么多钱，买那么大一园子，万一出了岔子还不上钱，花满珠被收走，你不害怕吗？怕肯定是怕的，但若想把生意做大，怎能不冒险？智库愿意借钱给我们，那也是看在咱们生意势头大好。而你阿娘果断同意，那是心里早就认定了，咱们花满柱本就是要做大的。日后如果拿下方圆，我们就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培育新种，还可以将其借给他人，设宴办喜用。那来日咱们的营收可就不只是一番了。办几番？很多番。行，那明日咱们带了钱，即刻就去方圆。吕行头，何店主，何店主好眼光啊！只可惜来晚了一步，方圆啊已被花行收入囊中了。行头，你们花行的产业遍布整个长安，想必也不缺这一处园子，不知可否将它转让给我？
那就算我肯转让你们的这些钱，恐怕也只够买方圆的一些劳务。吕行头，别瞧不起人呐，我们这里面装的可都是金铁。大夫，箱中金子是你的全部身家吧？找智库带的。如今行头是这园子的主人，这生意我自然要同年做。不知行头可否愿意移步到富贵楼？我们可以坐下来详谈。店主来长安不久，能从智库贷出这么多钱，实属不易。不过，你终究家资尚浅，私家园林可不是一般商户能够负担的。店主不如找一个小些、偏些的园子。不瞒您说，这园子对我意义非凡，我只想买它。不知行头如何才肯割爱？在名品花卉的栽培上，你虽压了花行一头，但毕竟花行家大业大，店主应当明白，一个人再有才能，那也不能万事顺意。这个方圆，我是不会卖的，失陪。要不我们找小春说说？不可，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不能为难小春。没关系，反正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不妨再等些时日。那这些钱要还给智库吗？咱们就算不买方圆，花满珠的分铺还是要开的。既然这钱已经贷出来了，就必须想办法把这利息给赚回来。咱们先把金子存上，去东市看看铺子。嗯，走。你哪来的闲钱弄这些？是不是姓何的那个贱人背着我偷偷给你钱了？说话！说话！啊，你喜欢秀是吧？你喜欢秀，我让你秀，我让你秀！让你秀秀秀！切！王琴，
后我会让小厮送到您2位宅中。好。牡丹牡丹，小纯调制的养颜膏卖的真好，咱们真是押对宝了。效果非常好。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到，咱们花满柱第1家店开业的时候，盛义用他所有的积蓄，将这玉坠给我赎了回来，作为贺礼送给我。若是他还在的话，这家店应当由他来掌管。也不知道他眼下过得如何了。行了，先别想了。我知道，我就是感慨一下，没事的。何店主，有一位娘子托我将此物交给你，庆贺你开张大喜。多谢。你看看。改天我给你绣个10条8条，无论你中花出多少汗，永远有干净的帕子用。是盛义。只盼来生不再做女子，只做一株迎风而放的牡丹。这还有封信。牡丹，我无可托之人，最终还是只能求你将我的事告知家中。若胞弟6郎寻来，请你善待于他。不好，盛义出事了！快，大福！此生不舍，唯有2人，一愿你万事顺遂，二愿6郎身体康健。珍重，珍重。师父督父，既亲来投案，怎么不下跪认罪啊？死者亡情，罪有应得。我虽杀了人，却是替天行道。口出狂言，真是疯了！来人！是。公堂之上，你还敢行凶不成？我看你真是胆大妄为，天理难容！天理难容。卑贱之人，只能任由这世道践踏、碾碎，这才是天理难容之事。一生苟乐，皆由他人，终究还是要做这不公世道的刀下鬼。无法选择如何生，却可以选择干干净净的走。出人命了！让下，让下！盛义，盛义，盛他还会吃苦。
但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敢轻易辱你。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万里望风尘，女无心爱，不为家所准。长大到身世，苍头袖前人。垂泪是他乡，忽如雨绝云。你如今已经不是秦舞儿了，你是秦圣义。丈夫的好心，其为心于义，今为乎于情。夫妻时相见，一见一生尘。夫妻时相见，一决一生尘。圣义啊，明年春天，怀秀香会再次绽放。等那个时候，我再来看你。你呢，一定要经常到我的梦中，陪我说说话，好不好？故乡身为女，圣义，危楼难再成。下辈子一定要万事胜意，时相见，一生无忧。一生尘，一决一生尘。若是被李信看到我府中尽在焚书，又要写诗骂我斯文扫地了。圣义弑夫之事被写成了传奇，外人都编排他是凶狠毒妇，恨不得亲眼看到他被凌迟才解恨。我又怎能看到不明真相的人如此骂他、误他？所以，你把所有的传奇都买来烧了。圣义泉下有知，看到你为他做的这些，定十分欣慰。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就站在那里。他站在那儿，同我说了许多。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能好好的活到今日都是侥幸。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有多少像圣义这样的人，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却没有人为他已故，为他叹惋。这世间女子，如同这杯盏一般，无论倒进去的是甜酒还是苦水，都要包容承受。而这执杯之手不必问一句，
就可以随意将杯中之物泼洒出去，将这脆弱的杯盏砸碎。你觉得执杯之手是男子？执杯碎盏的是男尊女卑的世道。所以，你要为此亲手书写传奇。是，我要以女子的口吻来书写圣仪的故事，让世人知道王情之恶，女子之不义。那结局呢？你想好了吗？秦文已死，可是秦圣义会在文中合理自理，余生快活。我希望这样的结局，可以给同样受困的女子带来一丝勇气，让她们可以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性命。而我亦会好好经营花满柱。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女子也可以有一番作为。从前我最敬佩的女子是小姨，觉得她是这个世上最洒脱的。如今见你，明明可以独善其身，却怀着一腔孤勇和满心的悲悯。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只是觉得天下女子同为一命，只有互相扶持，才能够自理生存。谢谢。欢迎再来啊！慢走啊！哎，最近没一个贵人来电话，之前有2个下了订的单子也都毁约了。这个，东市铺子的租金比西市贵太多，这样下去怎么办呀？大夫，你帮我看着店，我去问问这些毁了约的主顾为何不要咱们花了。花娘使康君，可是来买什么，还是要办什么宴席了？他相好的舞姬生辰，你帮他挑几株稀罕的花，3日后送去欢迎楼。好嘞。康君相好之人，喜欢什么颜色？对香气可有什么忌讳？颜色越艳越好，香气越浓越佳。明白了，您先看看这些。汤兄所言不虚，果真没什么人来牡丹店中光顾啊。汤君可是听到了些什么？县主的未婚夫是不是前几日去找过你？这……县主前几日办一场花宴，请来了全城的闺女，话里啊有意无意的提点大家，谁要再敢来花满柱买花，日后啊就莫登宁王府的大门了。这都什么事儿啊？是刘畅喝多了发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县主被迷了心智，摆弄不了自己郎君的心，就只能拿你来撒气了。飞之，我可看你面上才来的啊！知道了，你去挑你的花吧。大福，快招待一下。哦。汤君，今日之单所赚，我给您选选花。算我的啊。这盆开的刚刚好。这个拿5盆。好。还有那边紫色的，给我拿5盆。好。新铺刚开，就被县主这般打压，日后有何打算啊？这县主管得了贵你们买什么，
但却管不了贵人们所去的消遣之处摆的什么花吧，更别说那些三教九流的市井之所了。这东市边上便是平康坊，除了平康坊，这全城有多少酒肆五坊，蒋军怕是比我还清楚吧？危机亦是商机，看来我这担心多余了啊。蒋军也算是我的和前人，我知道，除了这欢云楼，您还买了一家胡人酒肆。反正平日里都要布置，少不了鲜花，不若都从我们花满柱订购。我可以给您比庞家少个1成，如何？有便宜不占，自然不是我的风格。不过，我要2成。蒋军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心。每月分红，我没多要你1分利，已经是通情达理了。好，那就便宜2成，说定了。那就按照芸娘的规定，每月月头我来送花。若是遇到节庆日，樱花树纷纷，我定会提前备好。芸娘还有任何吩咐，尽管开口。听闻汤老太君席宴上的花备受赞誉，正好欢云楼也想换一些花草陈设，不知牡丹可有什么巧思？不要乱动。是。这欢场客人呀，最是喜新厌旧。芸娘可否带我去楼上看一眼舞姬？若是每个领舞有自己的专属之花，演出之时鲜花随之变化，夜夜花色不同，可还算新鲜？此法甚好，可以一试。请。你少血口喷人！昨天的点心大家都吃了，怎么就你一个人长了疮疹？芸娘。没人害你，你是不是连续几日睡前都没有好好静眠？我喝醉了，一时忘了。你们每日都要涂抹妆粉，若夜间偷懒不洗净入睡，一日脸上妆容未清，便又敷上新的妆粉，循环往复，这张脸怕是要不得了。姐姐们，这妆粉磨得粗糙，含铅甚重。若是日日使用，这脸只怕只会越来越糟的。楼中女子献舞，必得上妆，好的妆粉造价昂贵，日日都用，哪能用得起啊？如今有了平康坊和城中各五坊酒肆的单子，东市的铺子再无闭店之忧了。就是营收，还是比之前少了4成。县主这掣肘之事暂且无解，咱们还是将心思放在这上面。我们吸引更多的百姓前来采买，这样西市的铺子也能更上一层楼。没想到牡丹欢云楼走了几遭，就发现了新商机。这人周身上下呀，有许多生意能做呢。你比如说，咱们洁面沐浴要用这个枣豆，沐浴以后呢要铺香粉。头上要抹香泽，咱们女子出门会友，还要抹上妆粉跟口脂。你看这个小枣豆啊，在西市上也有的卖，但是对于平头百姓来说呢，还是太贵了。若是我们可以研制出更加便宜的枣豆，岂不是可以惠及更多的人？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千金坊记载的枣豆配方加以改良。好啊，那可太好了！以前家里没钱，我阿娘常常舍不得用枣豆沐浴，把家里仅剩的一点都留给我。那时候我在想，要是这枣豆能便宜点，那就好了。我经商的初心就是希望，无论贫寒富贵之人，皆能有异域美景可赏。但是蒋长阳有句话说的没错，这大多数的人都为了生计而奔波，根本无暇欣赏这鲜花的无用之美。养花需要仔细耐心，就拿我来说吧。平时出门行医累了一日，回家便就不再想伺候花草。我曾经偏颇地认为啊，这美只有一种样子，殊不知，面如洁净，气味清新，便是百姓的爱美之心。
这万千的百姓本就是咱们花满洲最大的主顾，只要咱们将这梳妆之物做好，打响名声，让全城的百姓都能用得上，这来日无论是县主、公主为难，哪怕再无一贵人登门，咱们花满洲的生意也断不了。对。祝福身上可没有你这种富贵逼人的熏香味儿。昌宇，过来。郎君，我身上熏香味很重啊。没有啊。啊，也可能是我跟着郎君时间长了，习惯了。哎，郎君，你闻闻我，哎，你闻闻我，看我身上香不香？知道沐浴了。大福啊，给了我3颗枣豆，还让我用完之后告诉他，看更喜欢哪一个。人家那是拿你试毒呢，还傻乐。那我也没见何娘子给您1颗呀。哎，我可听大福说了，何娘子这几日到店里打扮得极为隆重，擦香粉、抹香泽、妆粉口脂，哎，一个不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女为悦己者容。哎呀，也不知道何娘子这几日在店里是遇到了哪个温柔体贴又会说话的好主顾啊！蒋长阳，干什么？吓死我了！我是来提醒你，趁早把赌金备好，莫要耍赖。我又不嫁人，准备那玩意儿做什么？哦。那你把自己画成这样，是做什么？花满珠要推出梳妆之物，我这张脸当然要首当其冲了，我得一一试用。这赌金就别惦记着了。还有，日后你若是再敢吓我，我就把那后门给关上，让你一口宵夜都吃不上。你帮我看看，哪个颜色好看？都好看。罢了，问你也是白问。情若如霜，就万里徜徉的风浪，能否也触碰到？自从陈朗上任东都留守，从前效仿陈氏占田的士族啊，多有收敛。洛阳的农户都收回了自己的田地，兢兢业业呀，只待秋收了。这陈氏之案牵扯众多，却还是没能发现他们与宁王勾结的实证。你这阿兄啊，太过狡诈了，把自己切割得干干净净。不过，天下安宁靠的是官、田、财、军。如今占田的贪官已被我们悉数剔除，国库日渐充盈，我们的筹划已大有进展。接下来，只需集中精力应对这最后一步，向宁王问罪，指日可待。县主与刘畅重订婚约后，宁王与士族大家多有所动。如今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想要插手官员的任免。若我们此时拦得太紧，只怕他会生疑啊。与其费力阻拦，不如直接送他一个。莫非
你已经想好了位子？诸道转运副使。户部胡侍郎被撤后，换上的是陆楚。转运副使握有实权，但有陆楚盯着，定不会掀起什么风浪。没错，若对方真有什么行动，更是直接将罪证交到我们手上。牡丹娘子与你配合默契，像认识多年一样。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你有没有替我好好谢过人家？何来的默契？是我计划周全罢了。他那个人啊，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收的。牡丹娘子口风严密，心思机敏，老是一对她赞不绝口。商人身份行事比你我更加便宜，不会引人注目。随之，你有没有想过？不可。你这么在乎他，不愿他冒险吗？我与他原本无甚关系，又何苦再去拖累一无辜之人的性命呢？寿昌公主的事是意外，不是你的错。若非我当年执意带陛下前往孟州，寿昌公主也不会遭遇不测。儿时入宫无所凭靠，公主待我最为慈爱和善，如同亲生长姐一般。而我却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我这个丁香味的也很好闻。是。这些梳妆之物，大家用完以后感受如何呀？有任何不足之处，姐姐们可以直言不讳。这面脂身世滋润，只是香味有些浓郁，我喜欢淡雅一些的。明白。我反而喜欢浓郁的，这个味道就很好啊。你喜欢这个？小春医师，我可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我刚接连把脉10人，5人脉弱体寒，3人气血亏虚，还有1个肝气郁结。若你们还像现在这样只顾皮相不顾内里，老了定会病痛缠身的。这么严重？这小春医师啊，是吓唬大家的，他怕各位姐姐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不如我们再研制些滋补护体的丸药，还有汤剂，为姐姐们好好调理调理身体，如何啊？好呀，好呀。哎，刚刚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啊？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哦，你喜欢这个？是好的。哎，我倒觉得可以多几个颜色。这个提议好，颜色再多一些。你的这张嘴啊，怕是没病的人都要被你吓出病来了。但我说的都是事实，皮相哪有5脏6腑重要？下次来我可得多带些解酒散和保肝丸。是，小春医师教导的是，只是楼中女子为了生计，不得不日夜颠倒，饮酒卖笑。粟米之事中，你的汤剂帮助了不少百姓，给你开铺子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但我真的可以吗？售卖保养身体的丸药汤剂，给不便看病的女子开辟一处寻医问诊所在，不是一直是你想做的事情吗？再说了，多开间铺子，我便多一份营收，于大家都是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呢？只是你在外行医之时，一直瞒着家人，若是要开店看诊，只怕会有暴露的风险。这倒无妨，父亲近日忙着在新制办的园子里监工，忙得不可开交，倒也顾不上我。既如此，
万事俱备，只等小春医师做决定了。好，那我定用心研制保养之药，早日同你把这个铺子开起来。好。抱歉，冲撞了。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回去吧，我正好有事要去找芸娘。芸娘，牡丹，你不是刚离开？那几个客人，你之前可曾见过？第一次见。我方才在门口碰到他们，觉得不太对劲。他们身手敏捷，不似寻常的书生，倒像是习武之人。而且他们身上的卷轴十分的重，我担心里面藏着兵器。传信，换去。有客到。我走了，那你呢？入楼下空屋让他们搜，密道恐会暴露。怎么还有孩子？身手倒是敏捷。想狗！勾结宁王，骄纵圣人，罪该万死。今日落入你手，是我等失策，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但你杀不尽天下义士。郎君，如何处置？带回去养伤，好生招待。我呸！狗贼，你装什么好人？我不过就是贪了点钱，走，你们怎么整是喊打喊杀的？外头那位，何必探头探脑的？进来吧。宁臣抢贼，纵军享乐，祸乱朝纲。秦圣设在此，替天行道。你倒是会广纳贤才啊！过奖了。嗯，你怎么在这儿？我自然是来谈生意的了。多亏牡丹注意到那几位少年身上的卷轴有问题，我才能及时通知郎君，将贵客提早送走。这么看来，三郎还欠你个人情啊！大家都是朋友，举手之劳嘛。不过这三郎被你们藏哪儿去了？你们这屋子不会有什么密室吧？这间屋子需要打扫，不如二位移步隔壁可好？
芸娘，这是怎么了？刀上淬了毒，是父子毒，方才是我大意了。快去太医处请医师。是。来不及了，这毒发作的很快。来得及。我之前在书中好像见过这种毒。来人，快来人！把我之前送给芸娘的玫瑰油取来，再拿些甘草、蜂蜜、绿豆还有生姜。是。快去啊！忍着点儿。伤口清洗得很及时，药也用得对症，毒还未侵入五内，将军可放心，稍后按我的方子抓药，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有劳傅医师。不必。你还没跟我说，这三郎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行，我带你走一趟。阿启，照顾好芸娘。是。根本就没受伤，还把自己包成这样。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你又遇刺了。不传出去，别人怎么知道我这花鸟使做的有多难？恨我的人有多多？辛苦你了。嗨，陈氏下狱后，我假意申冤宁王，如今遭遇刺杀，不是正好解除了宁王对我的戒心吗？陛下，金银美酒均已备齐，药材按照您的吩咐置办了今年进贡的东阿阿胶。哟，预测了这么多回，终于知道送我点补偿了。不是给你的。我这昨日只是举手之劳，不必这般破费的。牡丹娘子让我避开了一场恶斗，这谢礼是应当的。不过，有人太过嘴硬，我不仅为自己，也是替他而来。谢你及时提醒，还救了芸娘。这某些人的金银啊，可拿不得。我就取这美酒作为谢礼吧。还是三郎善解人意，知道投我所好。这倒是多亏了某人的提醒。你竟有拒收钱财的时候，莫不是想让三郎欠着你，日后图谋些更贵的东西吧？论心思阴暗，目光长远，我可是远远不及蒋军呐。三郎若是真的想感谢我，不妨多多光顾我们的花满柱。正巧，我们近日推出了一些梳妆之物，你来看看。若是有喜欢的，可以买回一二，赠与家中夫人一用。好，我定会多多照顾你的生意。太好了，这全都是之前从我们这里买的火药金丹，可还喜欢？我们又培育了几株名贵的昙花，这几日啊便开花了。不若买回一盆，以夫人月下共赏。我怕想共赏之人不是我。何店主啊，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故事。劝你别多问。一个人越是苦闷，越应当同人讲一讲，万一他人有解决之法呢？夫人与我和堂兄一同长大，感情甚多。原本他和堂兄定了亲，可无奈家中变故，兄长离世，他这才成了我的夫人。我知道，她嫁我
只是因为家族之命，而非对我有情。那三郎对夫人可是有感情啊？我自小钟情于他，可惜我真是没想到，蒋军身边竟然有如此痴情的朋友。三郎用情至深，可真是命运弄人啊！你夸他就夸他，揶揄我做什么？唉，牡丹娘子，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讨他欢心，令他钟情于我？这感情之事吧，过于艰深。但是我想，以诚相待，那总是没错的。不如三郎不对呀，我才扰明白，你所谓的深情，难道就是一边跟着蒋长阳寻欢作乐，一边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吗？啊！喝多了，但他问的也没错。你言行不一呀！你口口声声说爱人家，可你的行动呢？你没有行动啊！牡丹娘子骂得对。我问你，你除了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你可曾了解过你夫人的好恶？你可曾陪她一起做过她喜欢的事情？我确实没有问过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说对了吧？不敢，一时不知如何问出口。怕什么？没事的，你倒是可以请教我，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这感情之事嘛，其实啊，对待夫人，你凑过来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莫非蒋军也有苦恋之人？我堂堂花鸟使，岂有爱而不得之人？我身旁那些美姬，你又不是没见过。他们不过是逢场作戏，谁敢跟你托付终身呀？蒋军怕是连真情实感都不知道是什么吧？罢了，我也不屑听你授课。为了全天下女子的福祉，我还不愿意跟你分享呢。不分享就不分享，谁爱听啊？那你不要在这儿坐着呀。我在这坐着碍着谁？这是我家，这是蒋府。说不过我，动怒了。他的鬼话，你也不能全信。单就白日醉酒这一项，淑妃就不会开心。随之，你牡丹，日后孩子的名字可想好了？开什么玩笑？我与他尚未嫁娶。哦，倒是没有否认彼此有倾慕之意啊。我们只有钱帛的往来，是房客和债主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为何你有心谢他，却不敢直抒胸臆，还要硬说那酒是我送的？哎，方才你俩一同坐着秋千，打情骂俏，恰似恩爱夫妻，我却只有石凳可坐，完全是个插不上话的外人。难得有女子能拿捏住你呀！哎，不如干脆两屋并一屋。我们那哪是打情骂俏，那是拌嘴斗舌。吵吵嚷嚷，也好过满口客套。我与他，有时连陌路人都不如。你这个大情种啊，先管好自己的事，就别来教导我了。